来，徐经理，为了今天的皆大欢喜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喝几杯。好，也要谢谢您对我妹妹的照顾。来，好，来，干杯！小安子，你能搞到一种药吗？这种药放在酒里，人喝了就像醉了一样。能。来，我再敬你2位一杯。谢谢。来。徐经理，徐经理，你怎么了？是这个吗？只有一份，你搞清楚。就这一份，咱们先把它拿回去，然后想办法筹点钱，把预付金全还给他。我就知道你们俩要搞鬼，果然在这搞鬼，马上就来人，你们跑不了了你！合约的时候就存在欺骗，我现在也要用这种手段把它拿回去。别点！干什么？你别太过分！别太过分！你别过分！别点！啊！老板，快叫救护车！报警！报警！老板，是我干的，不是他，是我干的，和他没有关系。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是知情人告诉我的，咱们快去吧。据医生说呢，受害者目前已经脱离了危险期，不过呢，会留下点后遗症，比如说呢，手脚麻木了什么的，恢复起来呢也得2-3年。你姐呢是犯的是故意伤害罪，估计呢会有2至3年的刑期。不过呢，我会把你放出去。因为还要对受害人呢进行赔偿，所以呢叫你出去搞钱去。丁队长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萧强不判刑啊？他不是故意的，是失手造成的。对呀，他是不小心，这完全就是个意外。丁队长，你跟我父母熟，你想想办法。你把萧强放了，我们一定会重重感谢你的。关键这个事儿呢太大。决定权呢是在警察局，我可没那么大本事，不能放他。那丁队长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放人？这个嘛，方法有2个。哪2个？第一个，受害人不再告你们；第2个，就是你们家上面有人。一份合约引出的血，那徐经理啊，差点小命不保。就连萧薇的姐姐萧强，也难免牢狱之灾。最遗憾的是合约被萧薇给烧毁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给萧薇挖坑了，因为你喜欢的男人被他抢走了。胡说八道！我已经打听过了。你是男人还是八婆？
你凭什么打听别人的隐私啊？当一个男人打听一个女人，想了解这个女人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个男人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女人。那你没打听到，我是结过婚的吗？知道，那算什么？更何况有名无实。我纯洁善良的姑娘，你懂我的心吗？还是别说这些了吧，这是在办公室呢。安平，我跟你说，我终于知道那两姐妹为啥对咱家不利了。为啥？我今天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，那算命先生说了，就那姐妹俩的生辰八字跟咱家两个儿子完全相冲相克，一点都不合。你怎么知道那姐妹俩的生辰八字的？哎呀，那肖薇不是去当电影演员了吗？报纸上有记者对她的采访啊，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有她的生辰八字，我就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。这时辰不知道你怎么算的吗？那有时辰的是4柱，没时辰那是3柱，3柱一排就已经不合了，多一柱还能扭转乾坤了。哎呀，反正他就跟咱家不合就对了。爸，赵文，咱家在警察局有人吗？干嘛？萧强被抓了。被抓了？原谅，这有点开玩笑了吧？把人家都伤成了半残废，还指望我们原谅？其实萧强并没有伤害徐经理的主观性，这完全就是个意外。而且这事徐经理也有责任，是他用欺骗的手段逼迫肖薇签订那份合约的。你自己不多长个心眼，怪人家欺骗。再说，老徐顶多是个傀儡罢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，徐太太？我就索性的跟你们说了吧。同心基金会跟老徐签订了一份5年期的电影扶持合约，然后指定了幕后演员，必须是他。原来这幕后黑手又是这里。嘉文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让你爸托关系找人救萧强是不是？告诉你啊，那萧强是犯了法的，他犯了法，谁都救不了他。爸，求你了。嘉文啊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从内心里说呀，爸爸也非常的不忍心看着萧强去坐牢。可关键是啊，爸爸认识的那些人官都太小，办件小事还可以，这里的大事儿就无能为力了。不是爸，你不是在商会有熟人吗？他们里面一定有神通广大的，你让他们哪怕去警察局去通融通融也是可以的呀。儿子，别再给你爸出难题了好不好？好不容易那纺织厂的事儿刚刚理顺，别再来添乱了行不行？约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？你怎么那么狠毒？上次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满以为你会收敛，会迷途知返，没想到你却变本加厉，给小薇玩了那么大一个陷阱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还跟我装懵是吧？徐经理跟肖薇签约的那些事儿是你干的吧？如果不是因为那份合约，萧强他就不会坐牢。凭什么说是陷阱？没错，我是向徐经理推荐了他，但签协议是他心甘情愿的呀，还不是他想赚钱，还急于大红大紫。我带你到你父母面前，我让他们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不孝女、女汉奸。住口！放手！啊！松人，来人呐！救命呐！瞧你这寒颤打的，来，
快把药喝了。全靠校尉来得及时，要不然呢？我就淹死了，我就。你还好意思说全靠他？就是因为他，你才差点掉河里淹死的。这两姐妹，简直就是灾星，让咱们家没一个太平。这2天，我也一直在想着萧强的事。我可以去找找关系，但是呢，光找关系是不行的，毕竟救人，它不是一件小事，得花钱，而且数额小了还不行。我可以帮你找关系，也可以倒贴钱帮你做这事儿。爸，谢谢你啊。先别谢我，但是啊，你必须要答应你妈，要不然咱们这个家就没法安宁了。答应我妈什么？如果我把萧强救出来，宋仁和你就必须要跟她们姐妹俩一刀两断。而且，他们必须要离开这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爸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世上的女人多的是，除了她们姐妹俩，你们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但是要是咱们这个家败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儿子，你可要掂量掂量清楚啊！你就做个决断吧，到底是救萧强还是……我绝对不会放弃萧强，绝对不会。嘉文，咱们多好好想一想啊，想想这个事儿。另外呢，纺织厂里面这2天就安装新设备，你必须去那边给我守着点儿。爸，纺织厂的事我会尽心的，也希望父亲能好好想一想萧强的事儿。这孩子，你说嘉文哥到底能不能把我姐救出来呢？我可不想让他去坐牢，坐牢的日子很惨的，我怕我姐会熬不住。小薇，其实这一切都怨我，要是我能及时帮你们找到生父，就不会发生这一连串的灾难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沈醉临走前让我交给你们的信，信中写着你们还有一个生父，叫李万熙，做粮食生意的。可是我怕你们找到生父，我就高攀不起，于是我就存了私心，想跟萧强结完婚之后再交出这封信。你为了这个目的，我还成为了李太太的帮凶，直到把你们姐妹俩害到如此地步。我不是人，我向你道歉。萧强、萧薇，有个秘密，妈妈隐瞒了你们18年，在妈妈离开人世前，一定要告诉你们真相。你们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啊！好了。我们私定了终身，第2天你父亲就走了。谁知时间过去了3个月，他都没有回来，而我却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这时候，我外公外婆又在逼着我跟店里的伙计铁柱结婚。你们
们的养父铁柱是个好人，他看中了我的命运，说愿意假装跟我结婚。若将来你们生父来了，我可以跟他走。你们生父却再也没有回来，我也彻底失望，才跟你们养父做了真正的夫妻。9年前你们养父去世后，我托人打听到你们生父已经迁到了北平，于是我就带着你们来到这儿，是为了找到他，问个明白当年为啥一去不回头，同时让他看看他的2个女儿都已经长大了。可是这9年来，我却没能找到他。我只希望我走以后，上天保佑你们找到自己的生父，好让你们有个依靠，不再孤魂野鬼。我以前就觉得妈临终前那些话不像是胡说，可姐姐却不让我这样想。你生父是天津人，还做过粮食生意。怎么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，只是我父亲早年也做过粮食生意，同样也是天津人，没准他能认识这个李万熙，我可以让他帮上打听打听。哎，爸。我跟你打听个人。哦，谁呀？也是咱们天津老家的，也做过粮食生意，叫李万熙。是谁跟你提起的这个名字呀？肖薇啊，肖薇的母亲生前留下一封信上说，他们的亲生父亲叫李万熙，天津人，以前呢在他们老家通江贩运过粮食。他们母亲还说，让他们姐妹俩一定要找到这个生父，以后呢好有个依靠。肖薇的母亲真的留下这封信？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哎，爸，你快帮忙打听打听有没有这个人。肖薇姐妹俩的生辰八字，你知道吗？我只知道他们是6月份生的，生辰八字我还真不知道。9个多月。爸，爸，这个事千万别告诉你妈，一个字都不能透露啊，知道吗？哎，爸，你去哪儿啊？不但你姐姐会拍戏，就连你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。到时候你名誉受损，还有谁会来找你拍戏呢？我主要是为姐姐担心。我呢，如果帮了你这个大忙，你愿意答应我，劝服你姐姐一起离开这儿？我做到这个份上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想不想救你姐姐，就看你的了。我想想再答复你。好，不过别太久，我怕你姐姐等不起。行，那就拜托你了，你马上帮忙张罗着打通关节，我这马上准备钱。你马上帮我把铜锣巷的那2间门面房卖出去啊，可以找当铺来买，这样快，急等着钱用啊。老板，我可听说赵二少爷前不久就卖出了1间门面房，您这要是再卖2间，您父母留下的祖业可就全没了。我还听说这门面房还要再涨一番呢。不管那么多了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丁队长，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叫你来呢，是重新做一份笔录，但是呢，要突出2个重点：一，
徐经理如何用一些手段叫你签下这份合约。第二个重点，而是徐经理自己为了夺了这把刀，自己把自己误伤的。为什么现在又要这样写？上面的意思。好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哥，设备装好了吗？好了。爸这2天有没有什么行动？他到底想不想救萧强？我回来就是为了问他这个事儿。回来的路上，我碰到了张管事，他跟我说了一些事儿，我很疑惑。啥事儿？爸急急忙忙地卖掉了之前一直不舍得卖的房产，还说不要告诉咱妈。你说爸卖房子干嘛？他会不会是为了救萧强？他难道不需要我答应的那些事儿了吗？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，月明中。雕栏玉器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，月明中。雕栏玉器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